这次还多亏了你的警用喷雾，谢谢啊。这样的话就不用再说了。以后啊，不要挑战肉搏，害人害己。痛吗？有点。不痛不长记性。你没事吧？我，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腰有点不太舒服啊。怎么啦？哦，这。这儿吗？再上一点，上一点。再右边点，右边点。啊，行了。我跟你们说，这次真的是算我们好运。那万一下次没有那么好运了，出事了怎么办？我一直都挺幸运的。但这次我确实是心有余悸。你们想啊，像林涛这种受过专业训练的，遇到沈烈都吃了亏。幸好这次有安然的警用喷雾，要不然啊，结果真的不好说。那是因为我们没配合好。要是我俩稍微默契一点，拿下他不分分钟的事儿。哎，我们之间要不要有一个那种约定？就是说有一个暗号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好，就比如我们4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被凶手给劫持了，我们就可以给对方暗号啊，比如，来，你干嘛呢？就比如说我现在被人给劫持了，这个时候你就给我一个点头的信号，然后我就踩脚撞头。真是啊！哦，哎，我也试试。这样，挟持我，踩脚，撞头。花花，你要不也试一下吧？我不用，我已经记着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吧？那祝我们大家这辈子都用不上这个暗号。哦，对了，彪哥在这里忙通宵都没走，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走啊！走啦！彪哥，别乱动，弄乱了我还得重新整理。听说你们今天抓到一个嫌疑人，人是抓到了，可惜证据链不足，不能判断他就是凶手。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我们呢勘验了运尸车，经过比对发现，后备箱垫上的织物纤维与运尸袋上的纤维一致。这个垫子上有一些遗留的微粒，有油漆成分。油漆啊！虽然凶手清理过垫子，但是因为油漆微粒它的粘度很高，很难被清理干净，所以足以证明运尸袋曾经就出现在这个车的后备箱内。这个是彪哥查出来的。对，这些油漆曾经就来自于包裹尸体的保鲜膜上。案法一，彪哥，塑料膜上的油漆成分与死者家中的完全一致，确认无误。刑警队也找来了出租车辆，确认是凶手用来办事的车辆。好，辛苦你了，兄弟。可是，这跟找到凶手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就能从这2袋里找出凶手的 DNA， 或者把嫌疑人的 DNA 数据拿去查验比对，如果在运尸车上发现他的 DNA， 就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了。罗琦有作案动机，但他却没有作案时间。尸检结果也可以确定凶手应该是一名男性，不排除罗琦教唆沈烈杀人的可能性。2个小时之前，他们的 DNA 样本已经全部采集完毕了。即便如此，可是有这么多的毛发，这得干到什么时候啊？人多力量大嘛，来吧。那个花花，你看我能帮点什么？你帮不上忙，出去吧。哦。沈丽，25岁，合川县人，曾在 AJ 时尚集团工作3年。罗琦是你的上司吧？
前上司。你离职之后跟他还有联系吗？偶尔会出来聊个天什么的。聊什么？就叙旧呗。只是叙旧，你们之间没有其他情感关系吗？没有。那昨天晚上你和罗琦约着就是叙旧呗？昨天晚上是偶遇，偶遇不犯法吧？我那天去夜市就想找一点烟火气息的感觉，但是没有想到会碰到沈丽。她以前是我的助理，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据我们了解，是你提拔的沈丽。不能完全这么说，也有她自己的努力。那跟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吧。大概是在几个月前吧，网上也有消息的。我们公司处于转型期，我急需让我们集团在新媒体面前增加曝光度。再这么下去 ，AJ 时尚集团就 game over 了。什么年代了，还在玩传统媒体的那一套啊？哎，你们不是认识很多什么主编吗？去约他们吃 brunch 啊，下午茶喝起来啊！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公众号、自媒体、微博，下周末我要看到 AJ 时尚集团上热搜，要不然你们全员滚蛋 ！Understand？ 说话啊！你们全都关静音了，哑巴了？罗总，我们集团没有热点事件，又拿不出钱，怎么搞营销啊 ？Chris， 你入职公司几年了？4年了。4年？你给公司完成了多少 KPI 啊？你要是做不到，你就滚蛋呐！位子让出来呀！站住！你是实习生？对。从今天开始 ，Chris， 这个月的 KPI 没有完成，我不会兜着了，就让他来坐你的位置。周末我要看到 AJ 集团上热搜 ，OK？ 散会。咖啡给我送到办公室。我都没睡觉。实习生，有人要是再敢睡觉，名字告诉我。好。有什么资格睡觉？这女魔头都不用睡觉了吗？真是不要命！大家加油啊！一会儿我请你们喝咖啡。谢谢了。上热搜了，上热搜了！罗总，罗总，所以这个板块呢，其实我们罗总，罗总，我们上热搜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等一下，热搜第几名？第3。所以你看，我们时尚集团就热搜这一方面完全是小 case。沈丽呢，有能力。也有想法，一路上呢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吧。但是我们这个圈子呢，就是能力越强的人，就很可能会单飞，他也不例外。我也很祝福他。他离职跳槽之后，我们很偶尔的会在一起吃个饭，聊个天什么的。他从你们公司走了，你们还会在一起吃饭聊天？我们其实就是生意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或者是敌人。那今天我们是利益共同体的话，那我们就是朋友；如果改天不是了，那就是敌人。他给我提供合作机会，我也没必要恨他吧。所以你跟沈丽只是同事关系？当然。找到了。不心虚的话，看见我们为什么跑？你们那么多人，怪吓人的。我知道你们干什么的呀。李队，找到证据了。他跑不掉了。经租车店老板确认，在案发时，你用伪造的身份证租了一辆车，在这辆车里面，我们查到有你的 DNA。恰巧，这辆车也是运送张雨晨尸体的车辆，证据就在你面前。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没杀人，我跟罗琦也不熟。见了棺材都不落泪。我可算是长见识，我昨晚打胎都打轻了。你行吧，算我吹牛了。该提供的物证都有了，可惜都是间接证据。就像沈丽说的，尸体和电话线上都是郑浩的指纹，现场还没有发现他的痕迹。就算我们能证明沈丽运过尸，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杀了张雨晨，以及在哪杀了张雨晨。个人看法啊，我觉得吧，就是郑浩要和罗琦离婚，激怒了罗琦，而罗琦呢，就让沈丽那个臭小子杀了张雨晨，沈丽又是因为罗琦才这么做的。哎呦我去，这关系挺乱的啊。哎，之前你们去过的那个马场查过吗？上上下下都走了一遍，关于罗琦的问题也全问完了。欢欢，你师傅是什么意思啊？我师傅绝对不会说废话的，你记下来，肯定有用。让一让，给你做客房服务来了。你上次说药包管用，所以我这次就做了一个枕头，应该效果更好吧？怎么样，万事通？这回应该没有安情线了吧？虽然没有安情线，但书院正简里有这样一句话：“抗网令直，始乱更成，安秦之社稷。”坐下。哎，你不会是想用鸡蛋和药酒去我的淤青吧？对啊，安然，你是个法医，你要相信科学，所以才要试一试啊。科学都是需要验证的。我有个事儿挺好奇的，你跟林涛那天去马场撩罗琦，是不是用了什么美男计啊？不是。我陪林涛去马场，遇见他是巧合。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魅力四射，是他没忍住，所以你们挨打了呗？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哦，忍着点，力道越大，效果越好。我好心提醒你啊，咱们是法医，做事儿要有分寸，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你应该知道吧？我已经和你解释得很清楚了，遇见他是巧合。
吃了它，补补脑子，别把别人的好心不当回事儿。哦，对了，之前不知道你来这里的原因，我现在知道了。那有空就带你去逛一逛，看看能不能帮上你吧。谢谢。事实证明，鸡蛋是不能吃鱼情的。好。那个沈丽算个什么东西啊？据说是什么专业选手，还不是一样被我生擒活抓？真的吗？9表1。我不打人啊！这啥了？如果是我，一个人就能对付沈丽，不需要任何的帮助。我现在打您，不管怎么说，都算以下犯上。别那么多废话。这样吧，我让您一只手。我认输。樱桃，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学会等待救援。这次算你幸运，我不希望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出现问题，明白吗？明白，很明白。马场的工作人员说了一个新的情况：5月23号呢，有人驶过马场的门槛，可是当晚马场不应该有人。与张雨晨的死亡日期基本吻合，您去还是我去？像这种情况呢，还是你们年轻人去吧啊。哎，去趟马场，带你骑马。你疯了吗？上班呢？去吧，别忘了带个箱子啊。带箱子？喂。好，知道了。马场工作人员交代了2件事：一，郑浩昨天去马场找了罗琦，有录像，有证据；2， 5月23日案发当晚，马场的门卡有人使用过。哎，你们去哪儿啊？马场。巧了，我们去调监控。你们去干嘛呀？骑马。别问我，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姚警官。你放心吧，
这匹马特别温顺，对人也特别友善。可是我不会骑啊。有我在，你怕什么呀？走吧。我和你说啊，我们这次来呢就是工作的，就像上次我和林涛那样。你这腹黑狗，你心机太重了。相册，你怎么来了？吓我一跳！什么相册？张雨晨的相册。昨晚9点你跑到我休息室来，待了半个小时，相册就不见了。这相册对于别人来说，别人不感兴趣。我们已经是陌路人了。我希望你不要毁掉我们仅存的美好回忆。美好回忆。你要真的觉得是美好回忆的话，你为什么会背叛我啊？结婚前我们就知道彼此是什么人，我们也写下了婚前的协议，相对自由，谁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爱的人，对吗？那还有一句话呢，死也要死在一起，这句话你忘了吗？张雨晨出现之前，你有5次出轨，我1次都没有管过你。你没有跟我提过分居，更没有跟我提过离婚。对。但这次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张雨晨死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回家吗？罗琦，我简直没有办法和你沟通。我现在就问你，相册呢？那是人家的遗物，你要它干什么？那我还想问问你，我们俩结婚10年了，10年，你到底还爱不爱我？现在说这还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了。我早就知道我对你的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知道唯一我和你不一样的是什么吗？是我还爱着你。就因为我太爱你了，才给了你伤害我的机会。相册是在我这儿，但是我不会给你的，因为我把它烧了。我总觉得吧，这段监控有用，但就是说不出来用处在哪儿。这2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到关于案情的实质内容啊。你们这监控一般保存多久啊？一般是1周。那你们每天都会查看马场的监控录像吗？3天查1次。啊，对了，我们这里3个月前丢过1次门钥匙，后来是员工在厕所里面找到了。当时出现这个事之后，我们主管就特别注重安全防护工作，把客人所有的物品都放在柜子里。你说这万一要是丢了，我们还真担当不起。我看23号晚上有人拿门卡进入马场，就跟这丢失的门卡有关系。那23日和24日2天，监控录像有异常吗？那是2个月了，我查一下啊。好。哎，找到了。5月23号没有什么异常。等等，这监控时间是从凌晨开始的，之前的呢？哎，奇怪了，你这个硬盘是新的吗？不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换过硬盘的，这跟我们之前那不一样。你好，这是你们要的客户资料。谢谢啊，不客气。走吧，我们去找李队还有林涛他们吧。你慢一点儿。客人记录，罗琦之前都是1到2周来1次，可7月份之后却变成了1周来1到2次。可能要让彪哥和环环来一趟，今天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是怀疑马场很有可能是第1命案现场。
彪哥，这个绿植应该是被人为移动过，对方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掩这个权益。我也问过经理了，他说他当时也注意到这个绿植被移动过，但没有当回事儿。这高度和这力度，的确只有沈丽这种练过拳的人才能办得到。说说物证的具体情况。 3个月前，休息室的门卡曾失而复得，而找到的人就是罗琦，所以我们怀疑罗琦偷盗并复制了门卡。5月23日，罗琦把门卡给了沈丽，沈丽作案后用新的硬盘更换了拍下的视频证据，用这种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销毁了视频证据。你的意思是，沈丽设法把张雨晨引到了马场，杀人之后把张雨晨又拉到他家里，包裹尸体，并且销毁了监控视频。但是沈丽租车的 GPS 显示。 他的车一直停在停车场，直到凌晨，车子直接开到张雨晨家，然后就是废弃的汽修厂。其实很有可能是沈丽杀完人后更换硬盘销毁证据，然后将尸体放在罗琦的车上运回了张雨晨家，再用自己租来的车将尸体运到了废弃汽修厂，用这样的方式来干扰我们的视线。 假设我们的推断都成立的话，那么罗琦在这过程中至少帮过2次忙：一是引张雨晨来马场，二是把尸体运到张雨晨家里。瞒天过海，李代桃僵。但其实我们只要在现场或者罗琦车内找到张雨晨的 DNA， 那我们的推断就是成立的。还有沈丽的痕迹。找到了，带血的玻璃碎片，正好我们的生物提取仪也下来了。我去罗琦出差的酒店看一看。 再去核实一下他不在场的证明。师傅，你是怀疑罗琦做的手脚？我只是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这段监控视频放给沈丽看。沈丽谋杀素不相识的张雨晨，我认为沈丽很有可能受罗琦的情感控制，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你在马场搭讪完罗琦之后，沈丽会在夜间用武力警告你要远离罗琦。 出于嫉妒，与其说嫉妒，不如说是在维护自己的战利品。他为罗琦杀了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绝对不许任何人破坏自己的情感战利品。杀人后，沈丽并没有离开河川县，而是留下暗中联系罗琦。难道沈丽在等机会和罗琦私奔？如果说他们利用指纹来嫁祸给郑浩，那一旦成功的话，郑浩和张雨晨都会消失。 我觉得还是要从沈丽这里寻找突破口。我认为这个视频可能就是突破口。罗琦曾经说过，他自始至终只爱郑浩一个人，这对沈丽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情感炸弹。Get， 林涛，嘿，把这个视频给沈丽看，要快。好的，李队。哎，审他的时候要一语中的，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就不要再说了，学一下齐名，办不漂亮。 就不要来见我了。警官，您看了我已经5分钟了，有什么想问的您问呐。 我现在很平静，我希望你接下来也能够保持平静。我很平静，我都说了不是我干的。不是你们还想刑讯逼供吗？我跟你们讲，现在是法治社会，是网络时代。今天我来是给你看一个视频。我们俩结婚10年了，10年。 你到底还爱不爱我？现在说这还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唯一我和你不一样的是什么吗？是我还爱着你。就因为我太爱你了，所以才给了你伤害我的机会。我们酒店的餐车都在这儿了。好，谢谢2位。不客气。师傅啊。
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罗琦住在酒店16层，当晚他没离开过酒店，监控显示只有餐车进出过他的房间。如果他想瞒天过海逃离酒店，伪造不在场的证据，那只能在餐车上做手脚。一旦他对餐车做了手脚，就会留下指纹、毛发和其他的 DNA 证据。但是师傅，这些餐车已经被很多人用过无数次了，数据量太大了，怎么找啊？我们要把每辆餐车都标号，提取物证带回技术科，和罗琦的数据一一做比对。哦，对了，我提醒你们一下啊，一定要做到准确无误，不能有半点纰漏，否则我们得重新返工，懂吗？开始吧。好。但是有个问题啊，师傅，你说他这个餐车也没法藏人啊。欢欢，怎么样？看完之后你还能平静吗？你为罗琦这么做，到底值不值？他为什么要骗我？你们说他为什么要骗我？你是没看见，是没听见啊？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在利用你。不可能！行吧，等罗琦落网，我会提供你们2个人见面的机会。但你现在要告诉我真相是什么？现在就说。你知道我有多爱他吗？谢谢。来点吗？哎。我很可怕吗？没有啊。你不怕我，但是我知道公司里很多人都怕我。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你。你很了解我吗？你一个人撑起公司，而且在现在这样环境这么不景气的时候，还能做到行业顶尖，真的挺厉害的。我跟你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话挺少的，但没想到你还挺会聊天的，工作能力又很强，肯定很多小女生追你吧？没有，我也不喜欢小女生。为什么？很多男生都喜欢小女生啊。可能是太幼稚了吧。喜欢成熟的。你喜欢我吗？我是认真的。我其实早就认识你了，但是你不认识我。我上高中的时候，在杂志上面看过你的报道，就挺喜欢的。后来我就会特意的搜集你的照片啊、视频啊，存在电脑里面，所以我才到咱们公司来应聘。在生活里，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很少的。我就想做那种人。那祝贺你追星成功了。
你家住哪儿啊？我今晚上不想回家。你喝多了。喝多了才敢讲真话。那你还有什么真话要跟我说吗？你老公出轨了，所以你很伤心。你每天在公司里面加班到半夜不回家，公司的人都传开了。他不值得你为他难过啊，真的，他不配。你干嘛那么在乎我的事儿啊？我连做梦都会梦见你。你们永远都无法体会老七第一次亲我的那种感受，那种眩晕感。我不想因为寂寞开始一段恋情。下车吧，我给你叫了车了，马上就到了。所以我肯定他是真的爱我的。感情这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反正我们的爱情，你们是不会懂的。你不说清楚，我们能明白吗？啊！而且在你看的是爱的东西，在他那还不知道是什么呢。你不觉得你们之间的相处，他一直在引导你，控制你吗？你什么意思啊？你仔细想想我说的什么意思？我等着你告诉我。我给你提个醒了，在两性关系中，越是难征服的女人，这个男人就越想去征服她。这感觉熟悉吗？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过？不知道那一次算不算？那好啊，陈总，等你从法国回来之后，咱们再聚吧。好嘞，一切顺利啊！走了走了。罗琦，你刚才没有敲门。老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不要被他们给骗了。说完了吗？出去吧。今天晚上6点，马克西姆餐厅。先生，您的花没拿。
好意思，不好意思。等一下，我浴袍在外面，帮我拿一下。哎，你昨天晚上没碰我，你是个好男生。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共识，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